林书豪在去了台湾打球之后，在大陆的曝光度真的不比往日。这一双林书豪5代，我也是看到杨浩哲上脚之后，才发现他已经悄悄上市。而最近其他的一些球鞋博主们也都发布了这一双鞋的测评，他们都异常的默契，觉得这一双鞋是韦德指导师的平替。上一双说平替韦德指导师的篮球鞋是 AW2 维金斯2代，不知道最后想用维金斯2代来平替韦德指导的兄弟们有没有如愿？如果没有，那这一次这一双林书豪5代又会不会是能平替韦德指导时的鞋款呢？在视频的开头，我就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不行。我承认它在很多的设计元素上面跟韦德指导时有些许的相似，但是它跟维金斯2代一样，都只是学了点外观罢了。有一说一，林书豪5代的外观是我个人认为林书豪的4款个人签名鞋当中最好看且最有质感的一双，用料相比前3代有着明显的进步。鞋面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这种 TPU 丝和纱线编织而成的鞋面，并且上面还做了大面积的刺绣。我手上这一双鸳鸯配色的鞋舌上面还分别印着苦难显才华，好运引天资的字样。这一句话是古罗马诗人赫拉斯说的，跟他鞋垫上这一首诗没什么关系。鞋垫上的古诗是诗仙李白的《赠韦氏玉皇商二首》，大概的意思就是李白让韦皇商不要做阿谀权贵、随波逐流的小丑，要像青松一样敢于和黑暗腐朽的势力做斗争，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。既然你的鞋子上都用了这一首诗了，那我必须得好好说一下这一双鞋，不然我不就成了诗里那种阿谀权贵、随波逐流的小丑了吗？好了，这里扯得有点远了，我们回到这一双鞋的测评上面来。这一双鞋刚拿到手的时候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轻，单只42码的重量在360克左右，但是它的中下部分重量占比明显偏大，上脚之后的实际体感重量并没有它数值上面来的那么的轻。当然，毕竟360克的重量就放在这里，穿上脚之后也不会特别的笨重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而它为了减轻重量，做出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设计，就是将它的中底在内部直接挖掉了一块。我的天哪，这是哪一位设计师的杰作？这么一块大小的超临界，撑死也就个20克吧。你一双42码的篮球鞋差个20克，穿在脚上会有什么区别呢？为什么要为了重量而给它的中底抠掉这么一块呢？而抠掉了这一块之后，就导致了它的中底过渡非常的不流畅，从后掌过渡到前掌，能明显感觉到在足中部缺少了一块，非常的难受。而且这样的设计，我个人认为对于它中底碳板的耐久性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。当然这一点还是需要交给时间来给出答案，看看后期会不会出现比较多这种中足部位断碳板的情况。反正这一波操作，我真的只想说一句 Genius。而它在中底方面可不只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它后跟处的稳定性也存在着非常大的伤病隐患。中底的缓震材料整体偏软，虽然在外侧用了这种软质的 TPU 材料进行一定的加固，但是依旧偏软。再加上它在后跟还加了这么一条钩，这让它的后跟更加容易出现形变。而且它的后跟也模仿了韦德指导时的这种球形后跟。韦德指导的中底大家也都知道，它的调教是偏韧偏硬的，而这一双林书豪5代的中底调教明显是偏软偏弹的，每一次踩下去后跟下线之后，它的中底材料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弹，甚至在正常的走路过程中，你都会觉得它的后跟很晃，没有一点点稳定性可言。这一双鞋的崴脚风险非常大，不管你的脚踝力量好不好，但凡你打球不打脚，就不要选择这一个鞋款。它的后跟不是说单纯的稳不稳定的问题了，而是它已经有了一定驻崴的能力，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，好吧？而它超大的中底碳板这一次确实做得非常不错，硬度适中，没有什么太高的驾驭门槛，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去轻松的驾驭它。但是因为它的中底材料调教偏软，在低强度实战的时候你确实能感觉到它的中底挺弹的，碳板也能提供给我们一定的力反馈。但是一旦强度上来了，你就会感觉到它的中底非常的普通，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回弹感，碳板也没有了推进的感觉。它这一次的中底科技好像是用的他们家的 Ace， 并不是以前的特爆，我觉得还是以前的特爆会更好一些。这个 Ace 的超临界发泡材料用在这种主打推进、主打爆发的鞋款上面，真的有点太软了一些。
而它的鞋面这一方面的表现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它的鞋楦算是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，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很广，基本上大部分脚型的兄弟都可以去选择它，并且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抱握感受。但是脚型偏窄或者是正常脚型的兄弟们，我建议你们尽量还是穿厚袜子再去穿这一双鞋，因为它的后跟会存在着一点点顶跟腱的情况，穿着时间长了之后会不太舒服。而且它的鞋舌做的也比较薄，并且在受力的地方并没有做出针对性的加厚，如果鞋带系得比较紧，也会出现鞋带勒脚的问题。还有就是它的动态锁定也并不是特别好，在变向或者是对抗蹬地的时候，脚在鞋内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横向位移。穿厚袜子的话，可以尽可能的减轻这一方面的问题。在其他方面，它的表现都没什么问题，抓地出色，缓震也够用，耐磨在我这一段时间穿着下来也没有出现什么特别明显的磨损痕迹。但是它中底的这一些缺陷都是非常致命的，不管它在其他方面表现的有多好，有多出色，我都不推荐大家去购买这一双鞋。即使在将来它的价格降到了200-300左右，也完全没有任何购买的价值。在这一双鞋身上，我可以看到很多特步在篮球鞋方面的进步。这一双鞋其实稍微做出一定的改进，就能成为一双比较不错的实战鞋。把挖掉的中底给填上，把中底换成密度更高的特爆，或者是把外侧的这一圈软质的 TPU 硬度稍微提升一点，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它现在存在的这一些致命的问题。那些口口声声说着参与研发设计的博主们，这些这么明显的缺陷，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？如果你们真的只有这么点水平的话，我也劝你们不要再做球鞋博主了，好吧？同时，我在这里也想对广大的品牌方们说几句，这里不是针对特步，其他还有很多的品牌也喜欢做这一种事情，可能你们不一定能看到，但是我还是想说，要推广自己家的产品，我觉得无可厚非，但是能不能不要去硬蹭别人家已经成功了的产品呢？我相信你们 brief 里面如果不写这种平替韦德之道之类的话术，他们一定不会说，如果靠蹭别的品牌就想把钱给挣了，那你不如直接去做山寨得了，对吧？还有特步你在这一双鞋身上都用上这首诗了，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情呢 ？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样样球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，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样样球鞋找到我，记得要点击关注哦，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